是上帝祝福的一个教会。特别刚刚美的诗班唱诗让我很多感触。一个全能的神是住在我们当中，要充满每一个。因此，在开始聚会讲道之前，求主帮助你把重担交给那位爱你的主，因为他就在我们当中，他全能够你的用，他的阴界恩典就在你的软弱当中显得完全。因此，开始进入听道之前，低头把自己的重担交给主，低头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因为你是全能的神，是你儿女的盾牌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更是我们的诗歌。主啊，你的百姓向你欢呼，求你就住在我们当中，帮助我们把重担交给你。求你把平安、把喜乐、把感恩、把赞美的心赐给我们，用你儿子耶稣的宝血洗刷我们，好让亚比堂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被主的恩所感动，欢欢喜喜归荣耀给天上的神。同时把平安、把圣灵引导赐给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彰显主的荣光，让今天所有马来西亚沙巴的教会得到当得的荣耀。主啊，今天所有华人教会在东马西马，从东到西，你的名就在主日分别为圣，在我们隔壁弟兄姊妹的家庭当中分别为圣，在我们生命当中分别为圣。主啊，更在我们职场，借着我们彰显主的荣光。你如何借着但以理，让他能够被迫移民到外邦去，竟然在外邦彰显主的荣光。主啊，我们都是移民的后代。3代4代从广东移民到这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从你的仆人但以理也是移民者，却见证主的荣光，帮助我们能够在沙巴见证主的荣光。因此，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。当我们圣经打开，求圣灵让我们心被打开，听你的道，好让我们在基督的恩里面被建造，能够在这职场当中为主使用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就是但以理跟我们很接近，都是移民者。不过但以理比我们更惨，他是被迫移民。10几岁的但以理就经历过被迫亡国，经历他杀。当时的女生是被强暴的、被杀的，请女生举起手来一下。所有女生们，女士举高一点。那你如果活在但以理，实在是很可怜的。是放下，所以告诉隔壁说：“还好我有上帝的保守。”我的活在那个时代呢，是经历到他杀被强暴。那这个图很精彩，就进入但以理书，也是刚刚刘弟兄所读的。这个图帮助我们了解呢，以色列之所以会有他杀，是因为得罪上帝。以色列的问题是自杀带来的他杀。从这图你会发觉，一个人的垂直面决定他的水平面。只要你不自杀，就不怕他杀。啊，告诉隔壁，只要不自杀，就不怕他杀。说这普通话还不差嘛？为什么没有人讲？告诉隔壁，一个人的垂直面决定他的水平面。告诉隔壁呢，不要怕他杀，只怕自杀。但以理10几岁，而且就跟我们今天诗班指挥一样，他看起来像10几岁，指挥了60、70个，都是年纪比他大的那个。上帝用这种人的，这个弟兄结婚了没有？这么棒的弟兄，但以理10几岁，就经历到上帝是把我们掳到外邦去的上帝。因此，第1章第2节他已经经历到神，上帝开始呢，从他被迫移民下张图，就进入下张图，就从犹大被掳到巴比伦，之后就离开家，之后从来没有回家过，进入一个不能选择的文化，包括名字被改掉。本来名字呢，刚刚所读的经文是查利亚，上帝是我的帮助者。Daniel， 上帝是我的公义。你撒利亚，谁像上帝呢？这么敬虔的名字就进入一个外邦不能选择的文化。下张图，更细节的地方是就在幼发拉底河旁边哭泣，亡国没有圣殿了，离开家，从来没回过家。下张图，
进入什么地方呢？这是重点，进入一个巴比伦皇宫。皇宫是留心听，人类有3个试探，一个是 power， 一个是 money， 一个是什么 ？sex。power、money 跟 sex， 我认为在沙巴的华人大概有 money 的试探，有 sex 的试探。但以理更多，皇宫 power 的试探，权力。第2章尼布甲尼撒王设一个金像，如果不向他 power 来鞠躬，就有第3章3个朋友进入火窑。第6章王下的命令，也是刚刚所读的经文，如果向王以外下拜的，就通通放在狮子坑。power， 这个 power 的代表，这个图最精彩，右边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。皇宫是 power money 的集中营，右边的呢就是非常有名的巴别塔，因为巴比伦的希伯来文巴贝尔就是巴别塔。创世纪11章，人要跟上帝争大小的巴别塔就在巴比伦城 ，power 的集中营。下张图，但以理到这地方。后面就是传说中的巴别塔，右边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为了他的爱妃所盖的有名传说中7大世界奇观的空中花园，中间就是幼发拉底河啊，重点在这个10几岁的但以理，比我们这4班指挥还年轻，看起来一样优秀，而且一样俊美。没有父母亲在现场，儿子已经离开家了，举起手来一下。儿子已经离开家了，出国了，离开家了，举起手来一下。好，再举高，有儿女的举起手来一下。今天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一定要从地方学到一个功课，举高。有儿女的举高，手放下。但以理10几岁就离开家，父母亲不在现场。而你可会进入 power money sex 是很容易堕落的，因此但以理就在这地方当中的时候呢，你就想想我的儿女的基督教教育，就关键在他们进入职场、离开家以后，没有父母亲的呵护，会不会进入 power money sex 的堕落？父母亲再举起手来一下。当你的儿女离开家的时候，才是你期末考。你会把儿女带好，在家里，在教会，这还不算什么。他们一离开家以后呢，会不会堕落到国外去念大学？会不会堕落败坏？才是你的期末考。所以在家里的时候，10几岁，上帝给你10几岁的机会。特别男人举起手来一下，男人很重要。男人，我们这男人有2个迷思，举高。男人，我们第一个迷思呢，就是常常用健康买金钱，对不对？7、80岁会怎么样？金钱买健康，划不来。第2个问题，我们常常用 how， 我们常常关心的是 house， 却忘了 home。house 跟 home 哪一个重要？等到你的孩子离开家了之后，你 house 毁了。或者后悔了，才是上帝检验我们当父亲。你给你儿子取名叫但以理，非常敬虔，会不会离开家以后就堕落？所以第一个反思，从但以理就发觉主啊，我又可以栽培我的儿女能够进入 power money and sex， 而且呢，他从巴比伦帝国到刚刚所读的第6章是波斯帝国，所有的加起来7个王，这些王都很难搞，都像狮子。伴君像伴虎，都是不好搞。你然后你进入这个当中的时候，7个王，2个朝代，从巴比伦进入马代波斯，2个帝国，用现在的企业 business 的用语就是呢，从巴比伦进入马代波斯，那叫国际恶性企业并购案。好像听不太懂。7个王
国际企业并购案被并购之后呢，他继续成为总监。每一个王都称谢但以理的神，这谁家养出来的孩子啊？家里面儿女如果是成为马来西亚的重要人物，别人赞叹，这谁家养出来的孩子？你的基督教家庭教育才算成功。这是第一个反思。儿女离开家了，你给他取名叫但以理、撒利亚那些不够。他们进入职场 ，power money sex 也没把他们刷走，不只是没有刷走，还见证上帝的荣光，才是你真正教育成功。所以你一定要想想，你真正有儿女的再举起手来讲，非常重要。我的孩子老大已经离开家，我知道我在谈什么，才是我真正的期末考所放下。第二个下面，这是空中花园。尼布甲尼撒王的豪宅是 power, money, sex 的表征，在下张图。更传奇就在这了，右边就是皇宫，左边就是空中，就是巴别塔。在这个地方，不只是没有爸爸妈妈，但以理跟3个朋友更稀奇在这了，也就是我今天的一个重点。没有圣殿。没有圣经，没有先知耶利米，10几岁但以理就离开，进入试探的集中营，完全是没有先知在现场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来说哈，是亚庇堂的牧师们栽培了10几岁就离开家了。可是他竟然在外面国际企业恶性并购案，竟然让每一个城、每一个老板。而且是巴比伦到波斯等世俗化的国家，跟现在任何包括马来西亚跟台湾的一样的文化，竟然让每一个老板说但以理跟3个朋友的神才是真神。我从来不懂，什么叫懂？什么叫职场神学？也是呢，这次弟兄会讲一个重点。其实弟兄会呢，这次弟兄会参加的人举起手来一下。我知道有些人这些很宝贵，其实是这2天一直想讲没有讲的。所以基因来的举高一点，这些人有福气了。那这些人是更重要，也是我的重点举高。好，为什么呢？手放下。什么叫职场神学？就是呢，耶利米不能去的地方，但以理去了。但以理见证上帝，从巴比伦到波斯，耶利米在圣殿没有机会去的地方。也就是说呢，教会一定要懂得让但以理在外面发光。教会就像耶利米，就像先知，请传道人或牧师或女传道的举起手来一下。我认为不多的，这些人很重要举高。这些人呢，手放下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也写了但以理书，我就明白，人很少的，对不对？不多，对不对？如果教会只是靠这些人的话，教会不会成长。教会要靠多少人？请问，如果教会只是靠？请问以色列有几个支派？利未人一个支派在广墙内，利未人神家的事，就像耶利米。如果只有利未人被上帝移用，11个支派在外面没有被上帝用，见证上帝的话，教会基督徒在社会里面比例，有些天就是1/12。这就是现在华人教会的境况。不懂得11/12在外面被上帝用，但以理触动了一个更重要的神学，叫职场神学。职场神学对我们传道人来说，就是要让11个支派呢，周末进来充电，被崇拜、被敬拜、被神的道感动，周间放电。进来，我们当传道人的目标就是让你进来以后呢，周末被上帝的爱、被上帝的全能、被神的道所建造之后，出去在职场放电发光，这个才叫成功。所以呢，教会要成长，传道人心态要改，要让墙外的信徒发光发热，不能只是在墙内，要突破墙外。简单来说，教会成长不是刚刚那些人。刚刚没有举手的人，通通举手。你不举手，你表示你是传道人，你最好举手。
举高一点。刚刚没有举手的举手，你没有举手表示你是传道人啊。隔壁看他有没有举手，举高一点，举高。隔壁告诉他说，教会成长靠你了吧？告诉隔壁你很重要，不能没有你，你是重要的人物，你是职场传道人。手放下，什么叫传道人？传道的人，哪有机会像周牧师有机会到华神、派三一神学院去做装备？但你如果在职场周间为上帝来用，见证上帝的荣光，是牧师耶利米不能去的地方，你的角色比牧师更重要了。你的儿女进入职场，他可能不是全职传道，他的角色绝对不会输给耶利米先知。耶利米是不能去巴比伦帝国，不能进入波斯帝国的。我突然明白，教会要成长，一定要让职场信徒被上帝用。这个背后两个重要的概念。第一个重要概念，无墙的教会，无墙的教会，墙内墙外一样重要。无墙的教会，第二个重要的概念，全民皆祭司，全民皆祭司，每一个都重要。无墙的教会，全民皆祭司。所以呢，弟兄刚刚举手参加这次弟兄会的，再举起手来下，举高。隔壁告诉他你是职场传道的人，告诉隔壁告诉他说，原来你这么重要，我都不知道啊。好，再举高，我过去才小看你啊。告诉隔壁举高，说你去的地方是耶利米不能去的地方，上帝就派你。告诉隔壁你真的很重要。手放下。职场神学就是不只是周末，传道人的目的不是关心墙内，不在乎墙内多少人，而是墙外多少影响力。耶利米不能去的地方，带你去了，就在这地方见证上帝，就在这个人间 power money sex 的集中营。下张图。这个地方呢 ，power 因为进去城门旁边都是狮子，旁边是狮子，是巴比伦城门，有点像到中南海。一进去中南海旁边呢，左边右边各有30个毛泽东在跟你挥手，你会不会吓一跳？手下张图，这个是狮子，下张图，帮我按下来，就是一进去城门30只狮子，跑下张图。然后呢，这是城门，巴比伦城，人类帝国的最高集中营。在下张图，介绍一下这本书。今天完以后呢，你可以读单引书的，你会懂单引书。这个空中花园就是用幼发拉底河的水来浇灌，非常精彩的一个空中花园，是 Power Money Sex 的集中营。你当父母亲就想，我的儿女会不会堕落？我的儿女会不会堕落？我去年到加拿大讲道的时候，讲到前5分钟，一个姐妹，其实是个妈妈。这个妈妈她自己本身哭的诉说她为什么信主。这个妈妈你一定不陌生，为什么呢？她说我信主是因为我的儿子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，20出头的他碰到一个外国人，竟然同性恋的他，把他的儿子不肯给他同性恋，杀了以后尸体分成好多块，分批寄给不同的地方。这个人跑到柏林才被抓，后来抓了回来以后呢，他来儿子到加拿大 Montreal 收尸，整个过程就碰到牧师带他信耶稣，在我讲到5分钟之前受洗，非常可怕的不可思议的情况。你的儿女离开家的时候，有可能这种很悲惨的情况。Power Money Sex 的集中营，移民
的儿女可能有试探下葬土。可是进入马代波斯80几岁的但以从来没离开过家，又从来没有回过家。去进入马代跟波斯两个联合更大的帝国。这个时候他已经80几岁，狮子坑在等他。80几岁仍然接受试探，是他职场的最高峰。下场图，这个中间从10几岁到80几岁呢，第3章3个朋友会进入火窑，因为他尼布甲尼撒王设的金像和拜尔通通放火窑，火窑越大，神迹越多。本来3个人被放到火窑里面，结果尼布甲尼撒王傻眼，我不是放进去3个人吗？不只是没有烧焦，一看里面有几个人，4个人，上帝就在你最困难当中跳进去，4个人跳进去与你同在。新约的术语，上帝与你同在的术语叫做什么？以马内利。上帝就在你职场最困难的地方与你同在。今天刚刚早餐呢，是张弟兄来招待我吃早餐。职场的困难，上帝帮助他的恩典也会变成你的祝福。上帝就在你最困难的职场与你同在。3个朋友没有爸爸妈妈，没有耶利米先知在旁边，却经历到上帝是我的帮助。那这是重点。爸爸妈妈放心，我已经知道上帝的恩典够用。你过去所教导10几岁，我离开家之前的所有教导，我已经懂得上帝是我的神。除非你的儿女能够在当中呢明白说，爸爸妈妈，我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因此你不必担心我到外邦离开家离开神。上帝已经是我的帮助，他与我同在。这3个人经历到以马内利，必下葬土。第4章是尼布甲尼撒王呢，人类 power 的最高峰，就是没有上帝遮盖的人，会吃草如牛，得了非常怪的精神病，或叫神经病，叫狼疮病，吃草如牛，在说明呢，人间地位越高的人，高处你需要上帝，没有上帝的人，最后呢会发神经的，把自己当神。不管你是在各行各业，如果地位越高，你越需要上帝的。对比第6章的但以理，他继续成为总监，他上楼祷告，地位越高，超过40岁以上的举起手来一下，超过40岁以上的举起手来一下，超过40岁举高，姐妹还是要举手，举高，何必告诉他们你的时间不多了？好，再举高。何必告诉他你不要再浑浑噩噩了？再举高。这些人，我昨天也问，什么叫退休？退休的英文什么意思？就是换轮胎。举高，何必告诉他你准备换轮胎吧？再举高，何必是告诉他说你需要上帝啊？手放下，地位越高越需要上帝，否则呢，没有上帝遮盖的人把自己当神，非常可怜的。上帝会修理他，不只是修理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下葬土，修理第5章的伯沙撒王。这个伯沙撒王是巴比伦帝国最后一个王，他明明知道外面已经波斯弓箭手在包围了下葬土。波斯弓箭手已经在包围，国家太亡了。再回到刚刚那张图，这个伯沙撒王呢，他呢竟然把宫妃、把文武百官找来，拿圣殿的器皿，拿圣殿的酒杯，就是第1章第2节刚刚张弟兄所读的呢，上帝把圣殿交给尼布甲尼撒王的器皿拿几分，他呢伯沙撒王拿来调侃上帝。明明外面已经被弓箭手包围，他还调侃上帝。调侃上帝的结果，上帝借着指头上的字来写出来，告诉他说：“这个字你一定听不懂，我把它翻成复习普通话。这字上面写的希伯来文，其实翻成希伯来文就是告诉他说：你快死了啦！
斯古列王或叫大利乌王包围他们的时候呢，发觉所有人都喝醉酒，没有人保护城墙，进去通通杀光，就进入古列帝国。上帝帮古列帝国波斯帝国很快把巴比伦帝国砍了，因为这个伯沙撒王呢，最后的时候呢还消遣上帝，上帝进入人间帝国的集中营，你看不起上帝的，上帝就不看起你，因此改朝换代。而且更稀奇的地方是，所有人都看到这个字，画这图的呢是非常有名浪子回头的那个画家的 Rembrandt。这个画家所画的呢，稀奇是所有人都看到这个字，只有这个王看到那个石头正在写字，吓坏了。这个时候把他带鱼找来，解了梦，说你快死了，然后改朝换代。下一张图，波斯弓箭手进来，再下张图。马代波斯一进来，攻了巴比伦帝国，然后往西、往北、往南，取得了土耳其，取得了埃及更大的帝国，第二个帝国。下张图，这是古列，所有地上的君王都向他下拜，他的国徽就是鸷鸟。以赛亚书45章的鸷鸟，就是这个古列王鸷鸟。上帝兴起机会，改朝换代背后是上帝给他机会，让伯沙撒王喝醉酒，衣服解开，被杀，没有人防备城墙。上帝兴起古列王，这个古列王因此很感恩，下诏。所有人可以回去本城本乡报名上册，可以回家了，才开始有3批归回的这个古列王。下张图，更大的波斯帝国，因此移民政策改，让过去被掳的人通通放回去。这个时候，但以理已经80几岁，他在职场就记录马代波斯帝国仍然继续成为总监。再下张图，他在狮子坑里面，也是第6章等一下所读的。这些同事要把他拉下来，进入狮子坑，可是开始成为祷告的人，上帝救他，让狮子不吃他。这个大家熟悉的。再下张图，之后呢，但以理从第7章，整本书12章，1到6章是他的事业篇。7到12章是他的侍奉篇，7到12章，特别第7章就记载但以理自己梦到的呢，人间4大帝国，从巴比伦到马代波斯，到希腊，到罗马，总共4个帝国一起跟我说，第一个叫巴比伦帝国，第二个马代波斯帝国，再来是希腊帝国，再来是罗马帝国。耶稣就降生在罗马帝国当中的。这4个帝国的第3个帝国就是希腊帝国。希腊帝国的重要人物，帮我再按下去，就是这个人，按下去。他是谁呢？有请听亚历山大大帝。他有什么特别？这个图很特别哦。所有人打仗，特别就是大利乌王3世，所有人打仗一定带什么？他呢，不怕死。他比那些男生有7块肌肉的人更有。那些男生有肌肉的人呢，还输给他，为什么呢？他不只是有肉，他还有脑。他有什么脑？他带着荷马史诗到世界各国。下张图，再下张图。30几岁的他就从这地方征服了全世界，征服了以色列到埃及，到了2河流域，到马代波斯，一直到印度的北边，他只输给印度的大象。然后呢，死在巴比伦皇宫，在这33岁半，他跟耶稣同年纪死了，33岁半死在巴比伦皇宫。他特别的地方在哪里？也是记住我今天的重点。每到地方去，就让全世界
希腊文化。全世界第一个想搞全球化的，就是他。什么叫全球化？卖给全世界的手表，卖给全世界的手机，那叫全球化。是这个人搞的。第一个有概念的，就是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大帝。所以呢，男生举起手来一下。男生不要夸口你胸口几块肌肉，要夸口你的脑，里面有没有脑？不要只是有肉没有脑。他有肉又有脑。第三帝国之后就进入第四帝国，帮我按下去，帮我按下来，再按下，往下，再往下。第四个帝国，你默默声一直按到这里有一个人，一直按。这个是伯利恒，后来呢到了这是拿撒勒到伯利恒生孩子的玛利亚，是因为罗马皇帝下诏，罗马皇帝下诏说所有人会去本城本乡报名上册，就进入马太福音。这个罗马帝国成就上帝的心意，好让耶稣不能降生在其他地方，只能降生在伯利恒，因为弥迦书第5章这么说的。成就上帝的话了，人间的历史，君王都听上帝的。请问历史的英文怎么说 ？History is his story. History is not your story, but his story, not my story. 这4个帝国。耶稣降生，下张图。罗马帝国有什么特征？以地中海为腹地，以地中海这个意大利，以地中海为腹地，条条大路，宣教的路被打通了。保罗的宣教是因为罗马帝国帮他铺路。第3个帝国希腊，好让福音书用希腊文写。第4个帝国罗马。好让保罗好宣教，历史在谁手中？上帝手中。这是但以理第7章预告将来的将来。他记到这4个帝国，后面耶稣降临。下张图很快。主耶稣是左边施洗约翰所羡慕的他，他一降临，后面的2个妈妈玛利亚跟以利沙伯，请妈妈举起手来一下，所有生过孩子的举起手来一下。举高，你看到这个图就想到主啊，我的孩子要被你使用，阿门不阿门？姐妹再举手，再停手，再举高。请问姐妹看到这个图会想到主啊，我的孩子要被你使用，阿门不阿门？这么小声，难道都没有生孩子？再举高，生个孩子主啊，我的孩子要被你使用，阿门不阿门？手放下，施洗约翰跟耶稣受高居，下张图。下张图，耶稣给约翰受洗，圣灵仿佛鸽子降临在耶稣身上，开始进入弥赛亚的国度。在下张图，这个耶稣为我们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下面仰望他的因信称义，一仰望赦罪，他把我们的罪通通挂在上面。下张图，他为我们被埋葬。下张图，他为我们被进入死亡。下张图，死里埋葬复活。身边是但以理第9章预告所说的70个7。我整本书讲完，10几岁的但以理到了80几岁的他，到80几岁狮子坑出来，预告巴比伦、马代波斯、希腊、罗马，从10几岁到80几岁，刘新丁。被迫移民，比客家人，我们老祖宗移民来这边主动移民，困难多了。什么困难？不能选择，名字被改掉不能选择。我们在上巴其实很多不能选择的，请问你可不可以选择你的肤色？可不可以选择你的出生地？可不可以选择你的父母？可不可以选择你的性别？虽然现在有人想改姓，可不可以选择你的兄弟姐妹是谁？不能，他比我们更惨。人家要让他不能选择改名字，好让成为巴比伦帝国主导，成为工具政治的管家，进入不能选择的文化，进入职场，没有爸爸妈妈，
没有先知耶利米可以照顾。10几岁的但以理就像我们今天诗班指挥一样，他看起来我相信他30几岁耶，看起来刚刚说有孩子还举手啊，他一定骗我，看起来像10几岁，没有父母亲，没有先知，没有圣殿，在不能选择的文化，华人在这个文化当中最了解什么叫不能选择，可怎么可能被上帝利用，让每一个王？巴比伦到波斯帝国都见证说上帝真伟大，职场神学，关键留心听，有洞察力，有洞察力，那个洞察力帮助他了解原来上帝可靠，那个洞察力来让他了解呢，原来呢他可以做不一样的选择，可以做不一样的选择，在不能选择当中做不一样的选择。下张图，我记录我一个重要人物。就进入今天的经文大纲，不能选择当中做不一样的选择，就是这个人就有这样的例子。谁呢？美国第3任总统叫 Thomas Jefferson， 他前面2任就是美国的国父是谁？Washington。但你如果到 BC 就知道 ，BC Washington 只是一个柱子，更重要的人物就是 Thomas Jefferson。当然，后面更大的就是林肯，但没有 Jefferson 就不会有林肯，因为美国的宪章立法人就是 Thomas Jefferson， 他很重要，是林肯加上黑奴，所有人都自由平等，整个美国的宪法都是他定的。Thomas Jefferson 非常重要，第3任总统。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原因是他在不能选择当中做不一样的选择。跟但以理一样，第3任总统一上任以后呢，他就穿着轻骑简装，草游江山，到了美国的中西部。我在美国中西部12年，都是平原，正好去中西部的时候下大雨，一下大雨，河水冲垮了桥，10几个侍从官陪着他。要过桥的桥断了怎么办？只好骑马策马渡河。策马渡河，请问这个时候谁先过去？侍从官。2个侍从官过去表示安全啊。这边有一个陌生人就问Thomas Jefferson说：“先生，你可不可以渡我过河？我没有马，可是我想过去。” Thomas Jefferson 完全没有怀疑。就是带他上马，2个人坐着马，然后要过河。马到了河中间的时候呢，2边侍从官发抖。我们刚怎么让这个人陌生人插队啊？万一被冲走的话，我们如何对美国交代？所有侍从官吓得要死，他们2个人好不容易到了对岸，一下来以后呢，陌生人跳下来，侍从官那边的人就过来告诉陌生人说：“陌生人。”你胆子那么大，竟然跟总统要渡马的河啊！你怎么跟找总统呢？侍从官那个陌生人说：“啊，他是总统啊！对不起，我有眼不识泰山。”那侍从就问：“在河那边10几匹马，你为什么不找我们的人？为什么找总统呢？”他说：“你们想知道吗？”他说：“对。”他说：“很简单，我那头看过去，所有10几个人啊，只有他脸上写了3个字 ，YES。所有人身上都写了2个字 ，No。他写了 Yes， 上帝用他，但以理写了 Yes， 没有爸爸妈妈，没有先知，上帝用他。”被上帝用的原则几个字？对上帝说 yes， 告诉隔壁你要对上帝说 yes， 上帝就可以用你。帮我按下来，也就是进入了大纲，帮我往下按。职场影响力取决于在不能选择当中做不一样的选择。这个但以理在不能选择当中。其实沙巴的教会要成长，绝对不能看耶利米，要看但以理在外面墙外。
这些墙外的但以理，其实比耶利米的压力更大。你更需要洞察力，更需要跟上帝说 yes。就留心7个原则。第一，帮我按下来。险恶的环境是乱世英雄的属灵加工站。我按下来。第一，险恶的环境有笔抄下来。险恶的环境是乱世英雄的属灵加工站。没有笔的话，就拔一根头发。太险恶了，人家要洗我的脑，人家改我的名字，这个一定比移民到沙巴的华人压力更大。大概还没有人要改你的名字，但确实会碰到你信仰的边缘。特别在选举之后，压力越来越大。这个环境险恶的环境，但以理有。但以理的险恶环境呢，它变成上帝预备他的地方，那不能选择。可能熬练让他知道说，主啊，我的爸爸妈妈的神够用，不会抱怨说上帝啊，我为什么在这个险恶的环境当中？险恶的环境被上帝用的人，约瑟被卖到埃及去，职场上让埃及法老王知道以色列的神是真神。17岁就放到外邦去，也是很险恶的环境。你的儿女啊，你不要保护他太过度，只要祷告托住，信仰站得住，不要怕他进入险恶的环境，只是怕他呢不会堕落而已。险恶的环境熬他，但以10几岁就因此被迫移民，因为他们老祖宗自杀，因此上帝让他们他杀。那个险恶的环境呢？用孟子的话来说是对的，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熬其筋骨。我不能再讲下去，因为你们再讲笑出来了。但困难的环境是好的，舒服的环境会让人家堕落。舒服的灵性跟财富成反比，灵性跟财富成反比。困难的环境让你抓上帝，越困难，好让幸福越仰望上帝。你会感恩，不要抱怨上帝给我险恶的环境，这是第一。险恶的环境是万世英雄的属灵加工站。第二，写下来，洞察力使人在多变中看见不变的定律。洞察力使人在多变环境中看到不变的定律。多变，10几岁的但以理就被掳，没有父母亲，没有先知保护，进入异教文化，那边很多变，多变到一个地步，尼布甲尼撒王，他说我做了一个梦，把术士都找来，你们这些人如果不帮我解梦，就杀你们的头。术士说可以啊，王啊，你只要把做的梦讲出来，我就帮你解梦。尼布甲尼撒王说不，你们先帮我说出我做了什么梦，再帮我解梦。下面说这是 mission impossible。尼布甲尼撒王就砍这些人的头。人间所有的人智慧聪明，通通就没有人可以倒带子。We pray， 是但以理。那奇怪就是但以理，尼布甲尼撒说我忘了，其实他没有忘了。后来但以理呢去祷告，祷告完，上帝对他说是做了什么梦，你才知道啊。人文主义的人是绝对不能依靠上帝的人的。人间所有聪明智慧比不上上帝，人本主义的智慧没有上帝的人，所有人间智慧通通都外乎有的。当但以理被上帝感动完，就告诉尼布甲尼撒王说：“你是做了什么梦？那个梦就是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、罗马到耶稣。”简单来说，尼布甲尼撒说：“你怎么会知道？他根本没有忘。那他为什么说我忘了？要把他爸爸留下来的忠臣通通砍掉。
这么多变的政局，你需要不变的定律。你的孩子需要找到上帝，以不变，你要抓上帝，你需要洞察力。如何抓上帝呢？第1章你来看，第1节很重要，进入经文。第1章第1节说，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3年，尼布甲尼撒王以为自己多厉害，来包围耶路撒冷。第2节很稀奇，不，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器皿的几分允许你尼布甲尼撒王掳走。如果不是上帝允许的话，尼布甲尼撒王你只能掳走几分，你只能3批之后才把耶路撒冷包围走。尼布甲尼撒王你不是神，上帝才是。我们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杀，是自杀，是上帝允许，是我们得罪上帝，不是你厉害。历史不在你手中，历史在上帝手中。整本书的神学被定位，但以理决定让客观的神，我们被迫是因为神。客观的神可不可以变成我主观的经验？他决定来测试上帝。10几岁的他决定测试上帝。上帝啊，如果你是历史的神，可不可以变成我个人的神？我没有爸爸妈妈，没有先知，他们要洗我的脑。我决定不吃尼布甲尼撒王送来拜过偶像的东西。太监长说不行哎，我如果不跟你吃的话，人家会砍我的头哎。你才知道你的老板很无力的。但以理会同情你的老板，说不，我不为难你，人家测试我3年，我只要10天，这个叫同理心。同情老板，10天之后，我要让客观的神变成我主观的经验。吃蔬菜喝白水，更加俊美。不只是俊美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肥胖。不要笑，这个肥胖不是一般的肥胖，是神迹。神迹。第1章就经历神，医生傻眼。食物营养师傻眼，爸爸妈妈放心，我的神够我用。我已经知道神是我个人的神，他不只是个人的神，是历史的神，是我个人的神。10天之后，更加俊美肥胖，神迹发生。从此之后呢，第1章认识神，你人生第1章尝过主恩的滋味。从此之后呢，虽然关难过。第2章到第6章，火窑狮子坑，上帝的恩典够用，以不变应万变，是来自洞察力。什么叫洞察力？洞察力跟视力不一样。视力看到表面，尼布甲尼撒王把我们掳走。洞察力来自从神而来的，是我们得罪上帝。洞察力看到表面，视力看到表面，洞察力看到里面，看到上面。因此，第1章经历神迹，以不变应万变。这个人10几岁开始之后，舞台等他被上帝用。10几岁就经历神，这就洞察力。我们一般人的视力比洞察力好，不要看不起瞎子。瞎子有洞察力的。现在告诉隔壁，你的眼睛不太好，你要换一副好的眼镜。告诉隔壁，你有属灵的老花眼，你没有看到上帝。告诉隔壁，你要换一副耶稣牌的眼镜，你需要洞察力，可以经历神。告诉隔壁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好像是假的，声音那么小。以不变应万变，来自洞察力。之后就进入第3，很重要。
洞察力使人看见孤单职场的属灵伙伴，孤单职场的属灵伙伴，他因为依靠上帝，上帝就给他智慧，帮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解出来，还先倒带子。尼布甲尼撒王傻眼。第2章结束的时候，尼布甲尼撒王高升他成为总监，给他很多各样的财物，但你什么都不要。第2章49节，他只要一件事。2章49节，但你求王，他求王什么呢？泰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的，跟我在一起。他需要属灵伙伴。读中国历史，我认为读马来西亚历史或接近。任何人执政以后，一定把所有的那些帮助他的人，通通叫他们，中国的话叫杯酒士兵权，通通回去，不要跟我分王位的好处。但以理呢，跟中国的历史的王都不一样，他需要3个朋友一起在旁边，他需要属灵伙伴。因为第3章有火窑，在等待3个朋友。我们需要属灵伙伴。我这次来就发觉属灵伙伴好几位，我认识的人都变成属灵伙伴。我请问男人跟女人哪一个比较缺属灵伙伴？男生或女生比较不知道属灵伙伴的重要。男生或女生比较不知道属灵伙伴的重要。男生或女生？听到没有？好，请男生举起手来一下。好，请男生起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给男生鼓掌，所有男生都起立。这些男生，哇，这边这么多男生啊！男生在职场需要属灵伙伴，否则男生是很危险。上帝的是危险的动物。我第一次知道男生很危险是10几年前到中国培训，3级的城市，不是很大的城市，住在 hotel。窗帘就打开，中国在发展哎，这国家3个月一条高速公路，这国家一直在开发，很诧异。第一次去，赶快去洗澡的时候，围巾一把又出来，衣服没有穿，就去欣赏。突然电话响，怪怪的，我一个人去培训，怎么没有电话？就毛毛的去接那个电话起来。竟然是一个女生说：“要不要我过来陪你啊？”难道外面针眼那边有人看台湾来的烧包，用针眼把它勾住？我的爱人在台湾海峡那边，我才听说台商10个当中有9个是包2奶的，我一点都不怀疑。后来听说第10个是说谎话的。我才知道这些男人多危险。男人听着我，男人一生需要3种朋友，有心听。第一个，你需要保罗，你毕业之后没有人教你了，很孤单的，你需要保罗。第2个，你需要提摩太，你要带下面的人。第3个，你需要巴拿巴，你需要巴拿巴。男人一起告诉我们需要哪3个朋友？第1，第2个，第3。请男人把东西放下来，抱7个男人说：“救救我啊！救救我！我需要你！”请男人抱7个男人说：“我救救你！”请姐妹起立，抱7个姐妹说：“救救我啊！”姐妹所有人都起立，抱7个人，救救我啊！所有姐妹都起立，姐妹通通起立，女生起立，抱7个人说：“我需要你啊！救救我啊！救救我啊！我需要属灵伙伴的，救救我！”魔力外系，我需要你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请坐。但你需要属灵伙伴，职场的弟兄们，你一定要先把基督徒招聚在一起。你孤单，就像戴玉3个朋友马上火窑，你需要属灵伙伴。告诉隔壁，我真的需要你。这么小声啊！告诉隔壁，我真的需要你。告诉隔壁，我没有你我会死的。这是第3，
属灵伙伴。第四，洞察力帮助神儿女将安全感前建在高处。洞察力会让你知道你较高一点，才会有安全。第6章他已经帮第5章伯沙撒王反墙的字解释出来以后，波斯古列王攻了巴比伦，大利乌王成为头，因为但以理解梦反墙的字，因此被高升成为总理。树大，有人就要把它拉下来。地位高的人就记得，一定有人想拉你下来。那但以理6章4节，办事忠心。你看职场要被上帝用第一个原则，在职场上办事忠心。人家如何偷，人家如何骗，人家会自私，你要公义，会吃亏。但以理吃亏。姐妹，你要让你的先生不要单单只他赚钱，你问他你有没有讨上帝喜欢？不要单单让你的先生只会赚钱，你就说这个赚钱也不讨上帝喜欢。姐妹呢，不会单单羡慕先生呢赚钱，更羡慕先生被上帝用。但以理就是如此，在职场上呢办事忠心，彰显上帝的荣光，别人把他拉下来。他上头祷告，地位越高，越需要上帝。40岁以上举起手来一下，40岁举高。这些人年纪越大，越需要上帝，举高一点。你一定要高处，你常常要依靠上帝，手放下。特别50岁以上的人举起手来一下，举高。隔壁告诉他你快死了，你需要上帝啊！手放下，地位越高，年纪越高，你越需要上帝，你需要安全感，安全感高处不胜寒。这是第4.6，影响力来自肯顺服上帝所设立的权利。影响力来自肯顺服上帝所设立的权利。是但以理帮大利乌王救出来，或者说伯沙撒王的字是但以理写出来的。波斯帝国的功臣就是但以理，大利乌王都懂。但大利乌王，你的老板其实很无力，很无助，他不能救你，他被绑架，下面的人要拉但以理，因此就让王下个命令，签个字。你终于王，就记得你的王不是老板，不是救主，不能救你的，上帝才能救你。这个王即使是这么无力，不能保护你，让你进入狮子坑，很稀奇。但以理在狮子坑的时候呢，过了清晨，大利乌王呢，整个晚上睡不着觉，他发觉被绑架了。他很无力，很无辜，他不能救他的爱臣。清晨太阳还没出来，就面对那个洞里面的说：“至高神的仆人啊，你好不好啊？你还活着吗？”我如果是但以理，第一句话一定会说：“王啊，早就该来了，你死哪里去？”他没有骂王，他第一句话竟然说：“愿王万岁。”尊敬老板，尊敬你的先生，尊敬你的父母，顺服上帝所设立的权利，尊敬执政掌权者，尊敬你的父母亲，尊敬你的男人。那个权利是上帝设立的，即使你的先生很无理，尊敬他。姐妹举起手来一下，我讲这话你可能不一定完全顺服，举高一点。记得哈，姐妹圣经里面原则是脖子，对不对？你说当脖子不太爽，每一次都要扶着他，记得头不会自己转，谁转头？
是呢，很稀奇，你顺服老板，愿王万岁。大利乌王听到爱臣没有怪他，他发觉是被陷害的，就把拉所有的这些陷害大利女的，通通把他抓狮子坑里面去。请问狮子饿不饿？怎么知道他饿？为什么不吃大利？狮子饿不饿？那些害他的人，通通还没到洞口，通通给跳下来吃。上帝出手，狮子不吃大利。请问，但以理书里面很多神迹的。第1章他经历到吃蔬菜喝白水更加俊美肥胖。第3章3人进入火窑，不会被烧毁，物理学家傻眼。第1章呢是医生跟食物营养师傻眼，再来是物理学家1000多度傻眼。第6章呢？狮子不吃它，哪一种人傻眼？兽医系的动物学家傻眼。请问这3个当中，哪一个比较难？这3个神奇哪一个比较难？或者颠倒问，这3个对上帝哪一个比较难？这3个对上帝哪一个比较难？哪一个对上帝是难的？没有，因为他是神。但你会告诉他爸爸妈妈，我10几岁就知道他是神，关关难过，到了80几岁